说错，只怕你不说。你在说什么？找来了几位华语说的不太流利的网红，看看他们如何用华文华语来进行各种挑战，并顺利完成委托人所给予的最终任务。欢迎我们的2位老同学梅林还有志阳。欢迎你们回来。是大同学啊，不是老同学。哎呀，老同学啦！啊，你们消失的这段期间有没有好好的学习华文呢？当我搭德士的时候，因为我的司机是一个叔叔，说叔叔讲不到英语，我一定要讲华语。重点是重点是最后有没有去到你要去的地方？没有。还在原地打转吗？那你呢？我每天读字典，早上起来我就拿，哇，每个字一个一个字一个字。这个是 A star student 了。人家说啊，说谎不眨眼嘛，不过他呢就一直猛眨。是。一个一个字一个字这样。我们现在这个所在地呢，就是牛车水。为什么这地方叫做牛车水？因为好久以前有一只牛带着那个车，然后里面有水。其实它的答案接近了。那其实这个牛车水呢，早期是我们华人的聚集地。那在19世纪的时候呢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所要用的水呢，真的是要靠牛运水过来。对，所以这个地方就叫做牛车水。说的没错。那今天的委托人呢是一名导游，他有什么话要对你们说呢？志阳、梅林，你们好。今天就麻烦你们呢担任导游的工作，通过社交媒体直播和网友们介绍牛车水。所以直播表现得很好，得到我们导游的认可的那一组呢，就是优胜者了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一样要欢迎2位小老师，好不好？好，小老师请出场。来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张新轩，我在国家初级学院念中医。我是洪其正，我的学校是维多利亚中学。今天给你们一个热身赛，你知道我们很喜欢玩游戏的嘛？你知道当一名导游啊，你要懂得如何去听那个所谓的重点。是的，这游戏规则就是呢，2位学生要抽出这个童话故事书，那你们就要念一句，是要从后面倒着念。念完一句之后，小老师就要猜这个童话故事书的书名是什么。好，我们从志阳开始。活生的乐快福幸了上国此从，离婚的大圣啊，了行居门他9步。好，小老师猜一猜这本故事书的名字是什么？知道还是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好，现在轮到我们的另外一位小老师了啊。而天的丽美了成变雅小丑，而天之意是啊。小老师，你有没有听到重点？听到了，是不是丑小鸭？答对了，拿下来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继续挑战吧啊。公王道街，娘姑灰，把子王的来赶。我知道，灰娘，灰娘啊，娘姑灰什么？哦，姑娘，灰姑娘。现在呢，我们呢就找我们的导游来给你们上课了。导游是什么？导游。现在来到这边呢，我们就要请一名导游来为大家上课。是，他鼎鼎有名，走路有风。曾经呢是我们新传媒的撰稿。马上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导游许良才、柯良才。你好，就是这把鬼声音啊！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现在呢，就让我来示范一下怎么做一个导游的工作。导游的工作呢，其实就是要讲地方的那个特色跟历史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其实是处于在牛车水一条非常著名的街道宝塔街。为什么这条街会称为宝塔街呢？因为这里有一个宝塔。哎，对呀，这里真的有一座宝塔。可是现在宝塔在哪里呢？来，梅林回答。
你真的假的？只是没有出现几集而已了。他们是太年轻了啦。其实很多本地人都不知道宝塔其实在哪里。宝塔呢，其实就是 pagoda。这个宝塔呢，其实不是指华人的那个宝塔，而是呢前面那座信都教的那个庙宇的宝塔，所以呢就称为宝塔街。因为呢这一座庙宇呢 Which 是本地回家。历史最悠久的庙宇。我们前面那座信都教的那个庙宇的那座宝塔， What？所以呢就称为 Yeah, 宝 yeah, 塔街。因为呢这一座庙宇呢 Which one？哎呦，就回家啦你。历史最悠久的庙宇。通常啊，你在做导游的工作的时候，是不是碰到好像这样的旅客呢？你在讲话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听的。只有你们啊，其实。哎，这里就是呢我要讲故事的地方了。这幅壁画呢，其实就是反映以前牛车水生活的一部分。那也让我想起我的童年的故事，因为我从小就在牛车水长大嘛。我们就住在这种简陋的店屋里面。2楼的地方呢，划分为5到8个小房间，然后就住了5、6个家庭。每天早上呢，我们不需要闹钟。我的母亲就是闹钟，她就用脚踢我们。起来啦！谢谢良才的这个导览，我们呢真的是听得津津有味。好，现在呢就轮到我们的这个梅林呢，还有志阳呢，来接受我们的挑战了。我们为你们各自选了一个地方，然后有关的资讯都在那边，就来一个小型的导览吧。好，各位旅客，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服务是要给你们，就是有伞啊！哇，加分！加分！这个加分，马上加分！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 Temple Street， 就是灯婆街。为什么叫灯婆街呢？这个你们谷歌就可以找到了。好，那等一下，哦，谷歌华语是什么？你刚才讲上网就可以找到。哦，对。那你们上网就可以找到了。是。那小老师来讲解一下，我们身后的这个 graffiti 是什么？来，再一个。不是 graffiti 哈，是壁画。对。中秋节就是我们在新加坡的 Lantern Festival。Lantern 是灯笼啊，灯笼。你们知道灯笼是什么吗？不懂。是这个，所以里面会有candle 是什么？蜡烛啊，那个。如果不是那个，就是灯咯。这个每年是在8月15号，说是15 August。你很好笑嘞，你都已经说了那个中文了，你干嘛还要用英语呢？因为我需要明白，我讲了，但是我不明白。这一点好像不太对耶，是农历8月15。对，不是阳历的8月15。你刚才说是 Chinese calendar 啊。是农历8月15。OK， 这个是 fake news， 不要听我讲话 ，OK？粤剧也就是俗称的大戏，是以广东话演出。早年粤剧就是集中在牛车水一带，那是因为牛车水以广东人居多。那这个夜戏呢，是当时老百姓他们的娱乐休闲方式之一。等一下，是消遣是不是？所以没有休闲这个字。没有休闲这个字，完全没有。消遣。对，娱乐消遣。在这个时候，人家喜欢吃月饼，还有柚子。这个月饼，里面会有蛋黄。那个还有你一个不可以自己吃，因为变成这样。你看这里有好像华人的大戏，然后旁边我们就有我们的马来同胞在卖 Rojak，yes， 这个就展示到我们新加坡多元文化的那个 feel 啊。
来，那它其实蛮美的。你的 feel 应该是要贴贴纸的 feel 的那个感觉是吗？啊，对。哦，那志阳，我要问一下，就是现在这种越剧大戏啊，已经越来越少了，你有什么样的想法？我觉得这个是很难避开的，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那个娱乐消遣方式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可以失去这个，因为这个是我们华人的一个文化。最重要就是要带年轻人进来，如果有年轻的一代，他们会继续传宗接代传承下去。传宗接代有这么严重吗？传承然后还要传承，传宗接代是传宗接代是要生孩子的。对，是要生孩子吗？其实还不错啦，我觉得它有一个趣味性的东西，就是它利用了那个大肚腩。是。好的，那到目前为止表现的都还不错，那待会直播2位就继续加油哦。相信大家现在头都很痛，因为我们的头上都挂着一个不懂什么东西啦。因为待会儿你们会做一个现场直播嘛，你们呢也得充当这个主持人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玩一个热身游戏。是，我们现在头上戴的是禁止做的动作，或者是禁止说的那个词语。如果说谁真的是中标了，你马上就会听到这个铃声。Yes, mom 。好，我们这样就开始了。哎，弟弟呀，你有没有喝过咖啡呀？有，它的味道怎么样呢？很甜。如果没有糖，很甜。哇，他已经知道了。咦，不好玩了。你喝咖啡哦，你喜欢温的还是有冰的？两个都喜两个都喜欢的，但是比较喜欢哪一个？不知道。哪里可能不知道？怕嘞，他们比我好哎。我要多一个这个，你可以帮我叫吗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刚才讲一杯吗？啊，一杯。你不能说数字。哇，数字哦 ，number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跟你换下一个了。好，你的下一个是。哇，你不可以看。哇。哎，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南洋咖啡馆，对不对？在拍什么节目？口渴。所以志阳，你，我中了哈。哦，你怎么那么快啊？那个导播叫我去叫人家的名字嘞。你们不要着重问一个人而已，连个人也可以猜到他头上是什么，所以你们要到处这样问。我们不是很奸诈的，我们不是。我太会玩了。OK， 我们从头再来 ，OK。你就讲说，志阳，你平时喝怎样的咖啡？好 ，OK，就这样先开始啊，1、2、3。所以志阳，你这个听的会不会很好？哦，我已经中了啊，很好。哇，今天很热哦。对呀，我一直在流汗。你那个是表示同意嘛，对不对？啊？我不说话都会中。刚才我一直笑，因为他，哎，这2个对呀，他们都没有讲。那我们可以换牌吗？因为你已经知道了，你的上面是你的是什么？就是苦。对了，你也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好像是什么冰。OK， 刚才你很快就知道可是现在肯定你应该不知道你上面写的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。弟弟，为什么你喝的咖啡都是甜的？因为我喜欢甜的。我还剩下我们3个。对呀，有人说你比咖啡还要出名，你同意吗？不同意。谢谢。太神奇了，竟然他可以留到最后。好不可思议哦！所以我就知道一样东西，今天的现场直播呢，肯定会很好笑。
好，梅玲，你准备进行你的现场直播了没有？准备了。我们现在Tosh 已经开始开直播了 Yes 那你就是要做这个牛车水的导游。对，各位欢迎来到新加坡著名的牛车水。今天我会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地方牛车水大厦，对吗？大厦，为什么牛车水叫牛车水？啊，可以说以前没有马桶，没有那个水喷屁股，他们需要用那个牛车带着那个水。以前人要大便，以前hello camera。这个牛车水跟喷屁股有什么等关系？一下。唉，我们还是听听正确的解说吧。牛车水以前有很多牛，然后他们就是拉车。然后他们会带水到大家的家，然后给他们水。呀好啦，我们回归正题啦，现在到底要去找什么？ ，OK， 好，现在我们要进去这个地方，牛车水里面有大厦。很多美食，我们去找美食。来， OK， 现在我们要去这个店，他们卖的是糖水，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很大，他们有好像700多的摊位，所以他们会把它分成不同的区域啊。 OK， 我们今天是要找一个客家菜肴的店。客家菜肴，好的。 OK， 这个吗？02206 ，OK， 我们来到了115糖水。糖水 loosely translate 就是 sugar water， 但是他们跟我讲是广东甜品。广东甜品。even though我是 Cantonese， 我也不知道，我今天来到这里就知道了。应该就是这个。所以我们今天来这边就是要介绍你需要我做摄影师吗？客家。OK， 来。 OK， 现在我来做 Tosh 的摄影师。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客家咸菜与酿豆腐。咸菜哪里有咸菜不是咸菜它明明是茶。咸茶。说现在我们在等老板，因为我们要问他一些问题。这个老板，他长大在牛车水，他在牛车水长大。啊耶！今天我们来尝试老板娘的擂茶。我们要讲一下哦，擂茶哦，之前我跟他都以为为什么会有那个擂那个字，我们以为真的是打雷的雷，打雷的雷。但是原来不是，它的雷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雷动棍对吗作，对，捣碎倒模，这个动作就是雷。 OK， 老板你好。Hello， 老板。OK， 老板，我们要问你一些问题。你是在牛车水长大吗？是在牛车出世长大。哇，以前你有没有看过牛车水？你有看过牛车？没有看过，没有看过。老板，你可以介绍给我们这些吗？我是专卖广东甜品，那些无类的有四样无：客桃无、花生无、杏仁无、黑芝麻无。你的糖水那个 recipe 叫什么有没有好像有 modify 吗？如果你 modify 啊，都不是传统的味道，但是我们不可以偷工减料就对了。然后这个是你的 passion 吗？是不是你的 passion？ 什么是 passion？ 讲一个 passion， Yeah 就要背你的 sticker。 OK， OK， 正确华语是什么？ passion， 博生我不懂。所以你去上课，他教你怎么煮擂茶，是不是？是跟我的家婆学的。所以这个是你们的家传秘方。对。那我们听了这么久，应该是肚子应该蛮饿的，所我以现在我们要手好酸哦，我可以不要做摄影师了吗？ OK， 说现在老板娘在准备食物。哇，你们看，很滑。现在我们就是要 try 这个芝麻糊。OK。 这个是蛮好吃的，你知道那个汤圆哪里有汤圆等一下我再解释。？OK。这个是好像那个芝麻汤圆，但是没有汤圆，没有汤圆的皮。这个有虾米，有花生，好多料哦对，哇，很香哎。所以现在已经茶跟料都加进去了，说我们可以试一下。其实我不喜欢吃菜，但是吃这个我却很喜欢它，而且我很喜欢那个花生，所以耶，好吃吗？我很像丫鬟，有没有？很可怜在狂着自己跟默默的吃。
OK， 有一个人问，这个甜品是手工制作的吗？对，是那个老板自己摸的。磨。哦，然后有人问，擂茶是素食吗？老板娘讲，你可以选择要素的，对呀，说你心里有数。对，你心里有数，你是吃素。你知道哪条街是死人街吗？死人街有吗？这里有。那你们看这些旧屋子，他政府把他们拆了，建这个牛车水大厦，现在你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咯。这个照片是1974年的，以前我住那条街叫死人街咯，它是很多殡仪馆的哦，有棺材店哦。以前的死人街，现在已经变成步行道了。步行道对。步行道是 shopping mall。什么 ？Walkway 啦。OK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老板。希望你们享受我们今天的这个小小的特别直播，来介绍这个牛车水的擂茶来给大家。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据我们的评审跟我们说啦，今天胜出的那个人呢，就是具备了这个导游应有的那个条件，说话头头是道，有条有理，然后中规中矩，当中呢也带一点点的幽默。输的那个人呢，以上的优点全部都有，只是语文能力呢，表达能力就差了那么一丁点。一字浅浅啊，好，我们一次过来，一次过来，1、2、3。5颗星，非常的抱歉，来弟弟回家了，走，对，为什么？拜拜，加油加油加油 OK， 拜。以新闻播报员的口吻念出以下短文。观众朋友晚上好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。今天网红张志扬和李美玲在牛车水进行了一场经常戏剧的比赛，以争夺最佳导游员的头衔。落败者李美玲承诺会再接再厉，加强。你能完成这项挑战吗？现在就把挑战视频上传至社交媒体，并标签你在说什么。今天我有很多第一次，今天是我第一次吃擂茶。身为客家人，哪里可以不要吃擂茶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个第一次就是我用华语来做导览、做导游。然后第三个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我用华语来赢得5颗星。我今天没有输，因为我进步了半颗星。如果我拿到5颗星，他们就不需要我在这个节目了。所以我拿到4.5颗星，我就是很 OK， 因为我还在这里。你还在看见我吗？是吗？